他问哈，我刚刚讲哈，我刚刚讲来，刚刚示范了勾拳打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力量嘛。他说往下蹲或者是不是好的方式，或者讲往下蹲往外移是不是好的方式，都可以，闪开都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们最好的需要练习的是什么？就是我如何利用它这个力量。你只是闪开，你没有利用到它这个力量的时候，它第二个力它又来了啊！所以我讲你要看到那个力量。力量是什么？力量是力量的方向，它是什么样的力量？这样不懂？那这种力量，它力量的方向是什么？它力量的方向是这样，它力量的方向是这样子。好，这种力量可以怎么用？啊？把它继续往练柔道的很喜欢这个，因为练柔道的这个力量他们一进来，啪就摔了。听不懂？因为这个力量嘛，刚好适合他们的什么？他们的进来摔下去，这是顺他的势嘛。那这个里面困难的是什么？要抓到他力量快要结束的那个时候。不是，因为他的力量从这边就已经出来了，所以他的动能从这个地方就有了。所有这些困难的是什么？进去的时机，因为人家这个拳出来，它通常是在你的意料之外的，所以所有的招式的解说，所有的摆拍，所有的摆拍的招式解说听起来合理，可是它的困难不在于后面的招式，困难在什么？困难在你怎么进，如果我可能前面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。对，可能这个是很快的，所以你怎么进去，这个是大问题。所以在哪边？步法身法。所以我们要练的是步法跟身法。听不懂？就你进去，人家力量，你进去，这个样子进去，还是你这样子进去，还是你脚先然后再进来，还是你看以八卦来讲，我要进去的话，我的目的不在摔，因为摔是第二动了，摔是他的来，我进去到位，然后我摔他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八卦拳来讲，他不做那个，他只做一，所以那个来我进去到那边，我的身体就做这个，我的身体就做这个，撞进来。对，撞进去，在他的身体上面，我在他的身体上面，所以我要进大，我这个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就做这个。就做这个，目的不在摔它，目的在破坏它。破坏了以后，你才做第二步。所以永远是什么？永远是身法步法。然后你这个力量还可以，这个是从内嘛，啊，你当然可以从外，你离开了以后，啪，你从外做，那这个更难。因为你这个要比他这个快，或者你闪开以后就进去，但是人家熟练的，他一般这个打过来，打空了以后，你一进来，他这个走就上，这个走就上来了。他们会这样写，这个走就上来，这是从哪来？从他们对打的那个经验里面出来的，所以还是一样，我们用什么？我们用，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当我这样要进来的时候，
它那个上来，我们要做的什么？它那个走上来，我做的还是拧转，还是拧转，所以你不能停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你进去永远是进去以后拧转，进去以后拧转，拧转到对方离开你的那个圆。进去以后贴住嘛，所以我说你要贴住对方，贴住进去的同时就是贴住拧转，破坏掉他的势，晓得吗？所以这个里面是没有招式的，这个里面没有招式，完全是力量，听不懂？所以你不用去什么，不用去我这个是这样挡，还是我这个是这样走，我还是他过来我去这样抓，通通不行。这样没办法接触。你要对付的不是招式，你要对付的是力量。你要对付的是力量。听不懂？所以所谓你要处理一个招式，你是要处理那个招式产生出来的力量。可是所以说，比如说像对方过来，你要离开，是因为你来不及了，你才先离开。如果你来得及，你就直接趁这个事直接跟对方造成接触，反而会比较好。对啊，我离开的同时产生出一个反击力量，那也是一个一，那也是在一里面产就那个离开也是为了要造成下一个接触，而不是说我就离开就离开。对，所以所有的闪躲，所以退里面就有进嘛，退里面就有进嘛，守里面就有攻嘛。这么懂？所以我们要处理力量。那处理力量的时候，人可以产生的力量很有限了。我说以方向来讲，一般能产生的力量就是前直的、横的、下往上的、上往下的，就是上下左右斜，你练刀的一样的八个嘛。那是我用手来，还是用腿来？还是手之后是腿，还是腿之后是手？就我们能产生的力量，也就是这些。所以我们要处理的力量，也就是这些力量。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速度。晓得吗？差别在速度。那怎么处理速度？怎么处理速度？身法步法。请问怎么处理速度？对方他很快。距离。什么？就是距离越近，速度越快之类的。距离你讲的距离是对的，可是距离越近，速度越快，不太对。因为没有距离就没有速度，是吧？没有距离就没有速度吧？所以是贴身。越拉开距离，它的速度越快，是不是？所以八卦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什么？怎么贴上去？贴上去做拧，贴上去做拧，就破坏了。所以所有的都是在我怎么贴上去，而不是怎么躲，怎么离开。是吧？那我们讲快，我讲过嘛，我们在讲快，不是速度的快，而是
距离，是距离，距离越近越快。所以当我贴到它的话，贴到它的时候，谁比较快？啊？就是当我贴到你的话，当我贴到你了，我贴到它的时候，谁比较快？老师比较快，我比较快，因为我贴到它了，所以越近的地方，我在打它的时候，我越快。所以我们在讲快是讲距离，这也是我们要贴近对方，我要缩短距离。当我一个拳在这边被他拦到了哈，你现在要决定的是什么？我要快嘛？他可能很快，他可能这个拳来打勒，他这个拳如果在这个地方，他要打勒，他打勒，他的距离是这个。那我的手在这边被拦到，请问我什么地方比他这个近？我的肘比他这个拳近，所以我这边一拦的时候，我用我最近的。那他要打勒，是不是？我勒一收走进去，我这个快。我这个一收，让他进去的更快。这样不懂？所以招式当中你要用什么打，不是由你决定的。你不能有成见，我用这个打你，然后我用这个打，我一定要用拳头打你。我用肘打你，我就一定要用肘打你，不对的。我要用腿打你，我一定要用腿打你，不是的。是看什么劲。所以你都要会用，都要能够动，都要能用。所以八卦拳的用身体的打人的方式是什么？看什么地方近。你靠得近的地方，就算是杀伤力不大，可是它会造成一种干扰，它会造成一种干扰，会造成对方的防御或者对方的手脚会移动，这个就够了。听不懂？所以我说所有的练习啊，你要打应用的话所有的都是身法步法，都是身法步法，晓得吗？那最难练的也是身法步法，所以练套路是让什么？是让我们了解力量是怎么走的，怎么变化的。可是到后面你要练什么？最难练的是什么？就是身法步法。因为当我们的步一动，你的身形一动，你身体其他你的力量能不能跟得上来？你那个变化当中能不能产生一个顺畅的、有方向性的、准确的力量？这个最难。听不懂？这个要去注意这就像你们看那个部队啊，或者学生排一个阵列嘛，排一个阵列，他同样一个队形，他同一个队形，他在做不同的前后左右转，在做这个比较简单，因为身法没变，他做一个方形，这个方形是他的身法嘛。可是如果队形变动，这么一些人，我从一个方形要变成一个三角形，这是阵型变动了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身法变了。身法变了，这个困难就是你在变动的当中，你的队形会不会散乱？这个是最难的吧？所以一边做动作，一边要走位。那么多人，一边要走位，一边要变队形，
这个难啊。武术也是一样，当我们步法身法一变，我的结构就变了，晓得吗？你的结构就变了，你的结构变了，你的力量流动的方向就变了。所以你在身法步法变动当中，能不能还是掌握到你那个力量的流动的方向，那个准确性？困难在这边。所以身法步法不是说，哎呀，你能跳啊，你能上下啊，你能这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是你在变动当中，你的力量是不是还可以出去？这个难，晓得吗？这也是我说你不要花时间去练发劲，因为所有的发劲，现在看到所有的发劲都是什么？都是站定的，都是他的身法步伐已经固定了，他在那个结构上面去做发劲。如果你变动了呢？如果你的结构在变呢？你能发吗？这样不懂？所以这些都把它想通，都把它想通。谢谢。好，几点了？还有问题吗？5点。还有问题吗？就以前讲就是手掌走到后面越走越慢的一个问题。是说我向前的力有一个往后的力把这个力拉住。不是。不是往后的力，是我讲那个 hold 住的力。你在空中 hold 住的力，那个力也是来自于体力。来自于什么？就你向前是整个体往前，那对呀，这个拉住的力也是一个体力。核心啊，当啊，你的结构怎么样在空中维持住那个结构啊？所以它不是往后拉。是你在移动当中，你在过程当中，你的脚还没落地，你往前去了，可是你的脚还没落地，这个过程要把它变长，对，而不能停。这样会懂？所以他那个力就等于是跟做那个推墙力，把这个脚抬起来，手这是练拉住的那个。对，这是让你去储备那个力量。那这种走慢也是在练这个，太极拳也是在练这个。这不是究竟，它是一个练习的过程，所以不能说八卦走掌是越走越慢，也不对，它是一个过程，它在练这个东西。那我也可以八卦也可以越走越快啊。越走越快是另外一种条件。同样的东西练不同。对，所以我说所有的都是什么？都是一种练法。他给你这个东西，可是这个东西里面可以练很多能力，晓得吗？他用一个动作可以练很多种的能力，这种东西就是经典。一个动作只能练一种能力，它就不够经典。这样不懂？好了，走了，下礼拜见。好。